这头没人要的废物猪就赏给你了。从今天起，不准再踏进陈家。唉，多老实的孩子，就这么完了。不能死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能放弃。敢打天庭大猪将军，找死！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猪会说话呀！本座乃天庭大猪将军，法号诸葛亮，下凡渡劫来了。陈金柱那两口子真不是东西，看把我饿成啥样了！真是愚蠢的人类。猪，你对本猪有恩，我可不会恩将仇报。以后你跟着我混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小子，你家那对哥嫂可不是只抢了养猪场那么简单。什么？他们还干了什么？明天天亮，你先去村东头李婶家，他家母猪要难产了，救了他，我再告诉你。大勇，你嫂子可放了话，谁帮你，谁就是跟陈家过不去。李婶儿，你家母猪今天要难产。你这孩子怎么救人啊！完了完了，这胎肯定保不住了。左前腿卡住了，让他男人把猪往左边翻。还有3只，第2只卡得深，慢点儿，别伤着。听本猪的，准没错。李叔，把母猪往左边翻，左前腿卡住了。李婶儿，手伸进去，顺着肚子左侧往下探。你一个种地的懂什么兽医？一边带着去。大勇啊，婶子谢谢你，你可是救了我们全家。以后谁再敢欺负你，婶子第一个站出来。朱大仙真的没骗我。听说没？李婶家母猪难产，陈大勇给救回来了。真的假的？他什么时候会这个了？我呸！瞎猫撞上死耗子罢了，他就是个废物。扫把星，不克死全村就算烧高香了。做了什么亏心事，你自己清楚。这老娘们儿嘴比猪圈还臭，让她嘚瑟，过2天有她哭的。200块就高兴，成这样。朱大仙，你昨晚说我哥嫂到底还干了什么？陈金柱伪造的不只是一份遗嘱，还有一笔隐藏的称帝补偿款。他们竟然做了这么多缺德事儿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。急啥？无凭无据，你去了也是挨打挨骂。况且我们现在还有一件更棘手的事要做。这家3头猪，2头已经染上了，记下来。下一家，这家没事儿，但是隔壁那家气味不对。哼，听本猪的，准没错。温气重得很，明天中午之前不治，这3头猪一个都活不了。哼，愚蠢的人类，猪都病成这样了，自己还睡得跟死猪一样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果然是你！半夜3更往别人家猪圈跑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村里马上要爆发猪瘟，我在做排场。放屁！咒谁呢你？咒我们的猪得猪瘟！滚！这头死猪敢咬我！你不信，那就等着看。可
爹克娘的白眼狼！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好！记了几家？7家，总共23头。明天一早你有的忙了。哎呦，我家3头猪全倒了，这可是半年的收入啊！我家的也出事了，兽医呢？镇上的兽医怎么还不来？我跟你们说，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陈大勇鬼鬼祟祟的蹲在你们猪圈外头，肯定是他下的毒。你亲眼看见的？千真万确，他半夜3更拉着那头破猪摸进村，我看他是想报复咱们全村。哼！我也看见了，他在老刘家猪圈外蹲了至少10分钟，手里攥着什么东西往猪圈里扔。我喊他，他心虚跑了，把他赶出村。这种害人精不能留。敢下毒，老子弄死你！我只说一遍，我没有下毒。放肆！陈大勇可不是吃素的，再动手，本猪拱你进泥坑！这是我爹传下来的治猪瘟秘方，喝了就能好，药我免费送，信不信随你们。大家别信他，他就是先下毒再送药，骗你们的钱。大勇他爹当年是10里8乡的老实人，从来没骗过任何人。我信他，我家的猪先试。老莫，你疯了！喝了你的猪全死光！死了我赔你10倍，活了你给我当众道歉。等着吧，我估摸10分钟后猪就死了，看他怎么收场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大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。还有谁家猪染了病，报个数。我已经熬好了3大桶药，管够。我家3头，我家5头。大勇，刚才是我错怪你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刚才就你们俩喊得最凶。要不是大勇，我们的猪全死光了。你们还得什么心？希望他们能长点记性。哼，长记性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他们改不了害人，等着瞧吧。大勇，大勇啊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对了，镇上要搞养殖示范区竞标，中了能拿扶持资金，你有兴趣没？你要去，我第一个支持你。我报名。这一次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。村长，竞标需要什么材料？我想提前准备。资质、防疫记录、场地证明，这些东西你哥那边都弄了好几个月了，你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表哥，陈大勇要竞标养殖示范区，你一定要帮我搞黄他。当年要不是老东西偏心，这猪场本来就是我的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他蹦跶不了几天。哎，大勇，河边有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一股子腐殖土的味儿，是蚯蚓粪。我爹当年说过，这玩意儿是最好的有机肥，城里人都抢着要。照你这么说，这群蚯蚓可是宝贝，他们真傻，宝贝在眼皮底下都不知道。先说好，赚了钱分我100个刚出炉的芝麻烧饼，少一个都不行。行，给你200个。这边，这块黑，挖这块。你慢点，别把蚯蚓挖断了。你怎么比我还积极？哼，这可是我的烧饼钱。哼，这废物又整什么幺蛾子？不行，我要跟上去瞅瞅。大勇，你拉的是啥？叔，这是有机肥，卖给镇上的。有机肥就是些没人要的废料呗，一个废物也只能跟废料打交道了。张翠花，你再敢骂大勇一句，我今天就把你家猪场给砸了。上次要不是大勇，我家3头猪全死了。别忘了，你可欠我们全村人一个道歉。就是大勇救了我们全村的猪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有机肥品质绝了，500斤，8000块，
现在结钱，下一车我还要，不许给别人哟。 8000块能买不少烧饼了。喂，表哥，陈大勇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弄到钱了，你怎么还不动手啊？着啥急啊？我明天就去会他，别忘了，你答应我的。表哥放心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。当年陈老绝驴举报我挪用扶贫款，害我差点蹲大牢。今天你儿子想竞标，门儿都没有。陈大勇是吧？我是县养殖协会会长刘德才，你大嫂是我表妹。你有啥事儿？劝你退出竞标。评委会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你一个没资质的穷小子，别不知天高地厚。别生气，这老小子皮鞋擦得锃亮，看本猪给他留个纪念。你跟司机说，让他把车开出去，你俩跟我进去。这是谁干的？谁呀？谁这么缺德？好你个陈大勇，咱们走着瞧！活该，让他装逼。就你鬼点子多。不过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他说我没有资质，那我就把资质办齐。我有防疫验收单、蚯蚓粪有机认证、猪瘟预防全套记录，明天去县畜牧局。原来你早有准备啊，害我白担心半天。从猪瘟爆发那天起，我就开始准备了。我爹教过我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行啊，小子，有本猪当年的风范。你一个人把所有防疫记录全做到位了，这在全县找不出第二个。主任，我只想把猪养好，这是我能做的，把每一步都合法合规的做到位。喂，是，劳烦您费心。陈大勇那什么松口，重新审查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陈大勇，你坏我好事儿！喂，金柱，软的压不住他，那就来硬的。竞标会上，我让他当众出丑，看他还有什么脸争。这笔单子稳了，我表哥是县养殖协会会长，谁敢跟我争？经审核，中标方是陈金柱。至于某位自以为是的人，说什么生态养殖、有机循环，对于这位年轻人的想法，我只能说3个字：假大空。我不让猪生病，你让猪死光。我成本降3成，你成本涨5成。我猪肉卖有机价，你猪肉卖不出去，只能埋掉。这些哪个是空架子？他说的好像有道理。说得好，怼死他！哈哈哈！散会。说得好，我叫沈梦溪，方便单独聊聊吗？你怎么把这件衣服翻出来了？这我打算招标会穿的。我靠金装，人靠衣装，你得穿得精神点儿，才好明天打动贵人呀。他莫非就是昨晚诸葛亮所说的贵人？你救了全村的猪，这件事在省城传开了。你的方案我很喜欢，生态养殖理念和我们公司不谋而合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一定会有愉快的合作。又死了3头，金柱，你快想办法呀！凭什么？从小到大，你什么好东西都给他，我辛辛苦苦养的猪说死就死，他挖点泥巴就能赚钱，还有省城老板找上门，这不公平！表哥，示范区的猪全病了，你快帮帮我！帮你以前是看在钱的份上，
现在你让我在县长面前丢了脸，滚！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。养殖示范区爆发猪瘟，责任人管理混乱，防控记录全部缺失。示范区资格从今天起正式撤销。主任，都是那个陈金柱无能，废物一个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谁可以接手？主任，我听说示范区出事了，我想主动请缨，接下示范区。张主任，这不合适，他连个正式资格也没有。我看陈大勇最合适，他的防疫能力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把牌子给他。这么巧，这小子难道是掐着时间来的？这是我的猪场，是我爹留给我的。这是我的猪场，不是你。爹，我终于把猪场拿回来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它做大做强。别逼我动手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哼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。你干啥？回娘家。好啊你，还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你不准走！我真是瞎了一双眼，白白跟了你10几年，到头来连养猪场都没了，啥也不剩，我还留在这儿干什么？陪你喝西北风啊！我求你了，别走行吗？离婚吧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跟着你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既然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就一起死吧！陈大勇，你不让我活，你也别想活。咱们今晚同归于尽。大勇，快醒醒！火着火了！门开不了了，这边从这儿钻出去。你干嘛去？我爹的账本，还有那些药方都在屋里，我必须要拿回来。大勇，你出来啊！被压住了，出不去。该死的破木头，给本猪让开！诸葛亮，快走吧，火太大了。本猪说过，要走一起走，把手伸出来，我拉你。大勇在里面，快来人啊！诸葛亮，大勇，撑住！本猪来救你了！陈金柱，你今天烧的每一根草，本猪让你10倍还回来！诸葛亮，别管我，你快走！不行，要走一起走！大勇，你别动啊，救护车马上来！诸葛亮，诸葛亮还在里面。啥时候还惦记猪呢？先顾着自己吧。你都差点小命不保了，快来帮忙！这猪还活着！诸葛亮，你可别死啊！你醒醒！你说过赚了钱分你一半，
我还没分给你。诸葛亮，这破木头压死本猪了。刚才说分我一半，少一分本猪跟你急。你在牛棚安了监控？前2天刚安的。陈金柱绝不是省油的灯，你最好提前做好防范。好，我这就买个监控安上，以防万一。幸好牛棚后面的监控没被烧坏，我们已经提取到了清晰的视频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还真是陈金柱，这人真黑心呐，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。是你大哥？是。陈金柱人呢？昨晚我瞥见他往山上跑了。是爹的保险单，人身意外险，保额300万，受益人是陈金柱。还看呢？纸都被你看穿了。放心吧，陈金柱跑不了，警察不是满山搜他呢。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沈梦溪的考察应付好，那可是咱们的财神爷。听说他是出了名的挑剔，全县一半的猪场都被他毙了。得把本猪的毛给梳顺溜了，接待财神爷的形象工程不能少。沈总，欢迎。别客气，我不看面子，只看里子。消毒记录、防疫档案、饲料来源，一样一样来。消毒频次达标，饲料配比也合理。你的猪场比我想的可好太多了。这头猪真有灵性，它可是我们猪场的王牌。这次参观我很满意，第一批500头生态猪我包了，20万预付款，明天到账。谢谢沈总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沈总，合同我帮大勇哥整理好了，您看看条款有没有问题？你是？我是大勇哥的朋友，懂一点电脑。以后猪场的报表数据我来帮他做。下个月我再来，希望能看到你的新猪场。爹，娘，我要建咱们全县第一个标准化猪舍。就是他，陈老倔的小儿子，就是他。最近村里人都叫他猪神医。哼，神医？当年他老子抢了我的代理权，害我亏了几10万，现在儿子又冒出来了，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废物也配跟我抢市场？大勇哥，这馒头是我亲手做的，快趁热吃。谢谢你，小娥。什么？水泥不送了，钢筋也没了？怎么了？全县的建材商都说自己没货了。大勇啊，不是我不卖给你，赵百万放了话，谁敢给你供建材，就等于是跟他作对。我这小本生意可得罪不起啊！老板，我用现款结账也不行吗？哎，不是钱的事儿，你去别家问问吧。这全县的建材都让赵百万给封死了。别泄气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，一定有法子解决。既然县城行不通，其实可以走省城，咱们只能先挖蚯蚓粪周转一下，能凑一点是一点了。你别说，我正好闻到了河边有一股腐殖土的味儿，可浓了。这边这一片最肥，听本猪的，准没错。
这点钱虽说离建猪舍还差得远，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。我听说啊，咱们县有人想建标准化猪舍，哼，还在旁边挖那个蚯蚓粪。蚯蚓粪能建房子吗？哈哈哈，真是笑话！他要是能把猪舍建起来，我把我的猪场给吃了。这蚯蚓粪卖了半个月，只凑了2万块。哎，2万块连买钢筋都不够，赵百万这是要把咱们往死路上逼。城里人认养果树，体验天原生。对啊，这果树能认养，为什么猪不能？咱们可以让人先交定金认养小猪仔，我们负责养，年底杀了给他们送肉，或者按市场价分红。绝了！这个方案简直堪称完美。这样既能凑够建猪舍的钱，还能提前锁定客户。大勇哥，你这个主意太好了，我帮你做认养合同和宣传海报，我电脑里有模板，今晚就能弄好。各位乡亲父老，一头猪仔的认养费是2000，年底可以给您200斤生态猪肉，外加分红。这中间我会全程提供饲料和技术，您只管年底来分肉就行。大勇，婶子信你，我家先认养5头，这是定金。大勇，我家3头。谢谢大家的信任，我陈大勇向大家保证，年底一定让大家拿到丰厚的分红。总计10万块，购买猪仔和启动建材了。爹娘的事，等猪场建好了，我定要查个明明白白。老板，大事不好了！陈大勇搞了个什么认养猪的模式，硬是凑了10万块，明天就要重新开工了。认养，我看他是想搞诈骗。等着吧，我要让他的认养变成一场笑话，让所有人都不敢再信他。听说了没？陈大勇的猪为了瘦肉精，那个认养就是在骗钱。你卖他的猪肉，小心吃死人。真的假的？我还认养了5头呢。那还有假？有人可亲眼看见他往饲料里面加药。我们要退单，谁知道你的猪肉有没有问题？大勇，不是我不信你，但这话传得厉害，我家那口子非让我来退。叔，你信我吗？信是信，可这钱是我家1年的积蓄。您看看，这是官方的材料，所有指标都合格。大勇是什么人，咱们还不清楚吗？他怎么可能干这种事？谣言止于智者，欢迎大家来猪场实地参观。欢迎大家免费试吃自己养的猪，自己炖的肉。要是有瘦肉精，我赔你们10倍的钱。老板，谣言好像没用了，他在现场煮猪肉呢，大家都信他了。软的不行，来硬的。今晚你去他的饲料库，往里面掺点料，我看他的猪还怎么卖。枸杞酒听起来不错，正好困了喝2口提提神，反正没人看见。陈大勇这小子还挺会享受，这酒真香。不行了，肚子好痛。
枸杞酒好喝吗？我自己调的5倍泻药，你是第一个喝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他说赵百万要派人来你饲料里掺泻药，今晚动手，人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让他来，我正等着他们呢。新监控安好后还没派上用场。大家看，就是这个人，昨晚偷偷跑到我的猪场，还往我饲料里掺泻药的。结果他自己偷喝了加了泻药的酒，变成了现在这个德行。监控全拍下来了。太缺德了，竟然往饲料里掺泻药！赵老板，这个人可是你猪场的工人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他就是个临时工，况且上个星期我就已经把他开除了。他做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赵百万说的也有道理，开除的人干的事儿也不能全怪他头上。是啊，人家早把他开了，这账不能算到赵老板身上。这老小子祭祖保帅这账玩的真溜。有些人想栽赃陷害，哼哼，连门都没有。他不会就这么算了。饲料库的锁再加一把，监控从现在开始24小时开着。瘦肉精的检测报告贴了，镇上也摆摊煮了猪肉，销量还是上不来。他们不是不信我，是不知道该信谁了。既然当面说没用，那就让他们亲眼看看。各位老铁，我是陈大勇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的猪场24小时直播，猪怎么吃、怎么睡、怎么长大，你们全部都能看见。欢迎大家随时来现场参观。该本猪老一手了。大家别急，想买猪肉的点右下角下单，想认养的点左下角链接。竟然有那么多人来看猪啊！本猪是天庭的大猪将军，名副其实的大明星。大勇哥，后台的成交订单一直在递增。想什么呢？刚才的弹幕倒提醒我了，赵百万的驻场一定有猫腻。诸葛亮，今晚辛苦你一趟，去他的驻场探探情况。大勇有重大发现，他的饲料库里全是发霉的玉米，那个味儿臭得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你确定？本猪的鼻子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满满一仓库，少说几十吨，他就是用那些喂猪的。仓库的具体位置在哪儿？猪场后面第3个铁皮棚子，门口有2条黄狗守着。明天我就带人去堵他，看他还怎么狡辩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的私人猪场！大家看看，这是赵老板喂猪的玉米，全发霉了。你们闻闻，用这玩意儿喂猪，猪肉能吃吗？这是准备扔掉的，我可没喂，你们这是诽谤！赵老板，我们要进去看一下。凭啥？你们有搜查证吗？我这儿正收拾废料，准备明天拉去销毁。霉变饲料没有及时清理，罚款3万。7天之内整改，我们再复查。3万块钱，我还出得起。陈大勇，你以为这点破玉米能扳倒我？笑话！大勇，走吧，罚3万块，够他肉疼的了。3万块对他来说就是一顿饭钱。大勇哥，本来直播涨了2000多粉。结果不知道谁带头发了一堆陈大勇诬告同行的帖子，现在评论区全是骂声，
下单的没几个，还退了几十单。陈大勇，我是沈总的助理张磊。沈总出差前交代，网上关于你的负面太多，公司品牌受影响。第2轮订单暂时终止，预付款你不用全退，退一半就行。沈总呢？我要跟他亲自谈。沈总在国外谈合作，信号不好，联系不上。这是公司的最终决定，你尽快安排退款吧。赵老板放心，我保证搞黄陈大勇的订单。沈总到国外出差1周，这边的事儿我说了算。不对劲儿，这个张磊肯定收了赵百万的好处。沈总的电话打不通。不管怎样，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。正宗土猪肉只要7块钱1斤，绝对没有发霉玉米，假一赔10。大勇，对不住了，赵百万家太便宜了，今天就不要你的了。这个赵百万太缺德了，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咱们1上午1斤猪肉都没卖出去。不卖了，先回猪场。原本认养的30家，陆陆续续的都来退了，至少退了一半。大勇，真对不住啊，孩子9月就要交学费了，这钱……大家都在说沈总撤资了，省城大公司都不做了，我们的心里实在没底儿。说没关系，等过阵子缓过来了，您再来，我随时欢迎。这么点，还剩多少？930。大勇哥，这有3万是我自己攒的，你先拿着周转。不，小娥，你的钱我不能要，我知道这是你的嫁妆钱。不是给你，我是信你，这点钱不算什么，等你东山再起了再还给我就行。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，大不了我们一起从头再来。陈大勇，你欠的尾款什么时候还？我这小本生意拖不起，再给我1个月，行吧？1个月后你要是还拿不出，这砖我拉走抵债。大勇哥，对不起。大勇，我爹当年建猪场的时候，全村人也说他不行，说他一个穷种地的凭什么养猪？他把烟斗往嘴里一叼，蹲在猪圈门口守了3天3夜，硬是把第一窝猪崽给守活了。我爹能扛下来，我也能。赵百万不想让我建这个猪场，我偏要把它建得比谁都好。陈大勇，别硬撑了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像条丧家之犬。我早说过你建不起来。这样吧，你把这块地卖给我吧。就是，赶紧拿着钱滚蛋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你听好了，我的地不卖。你拿什么建猪舍？拿什么养猪？我看你还是趁早滚出这个村子吧。赶紧签字吧！你爹当年倒是硬气，硬到最后呢，人没了。刚才我从赵百万那边闻到了一股怪味儿，又腥又臭，还混杂着炼油的热烟味儿。腥臭应该是病死猪的，再加上炼油的热烟味，并且2种味儿还要同时从一个方向飘过来，这味儿可太难闻了。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在偷偷用病死猪炼油。这要是曝光了，他就彻底完了。诸葛亮，咱们现在就上山，抓他个现行。3天蹲不到就5天，5天蹲不到就10天，只要做了的事儿，不可能不留痕迹。我一定要证明，我能堂堂正正地打败他。那个味儿又来了。这次一定要抓到他的把柄。来了，有车。
车过来了。老板，这一车先卸，天亮前还得跑一趟。报警吗？光报警太便宜他了。喂，是民生直击栏目吗？我有重大新闻线索，有人在练地沟油，病死猪肉直接上生产线。地址我发给你。你这招叫啥？他不给我留路，我就不给他留脸。你们是谁啊？你们凭什么私闯别人的地盘？赵老板，昨晚很辛苦吧？你不是要证据吗？我全拍下来。今天凌晨，执法队在赵百万的猪场内查获了30吨病死猪肉及非法炼油设备，涉案人员现已被控制。这猪场离公路近，猪舍也是现成的。赵百万这一倒，恐怕要拍卖了吧？我打算把它盘下来，改成第2坟场。大勇哥，我爹说昨晚有人在这附近看见陈金柱了，虽然瘦得不成样子，但还能认出来，确实是他。这附近，难道是？走，去猪场里面看看。这烟是陈金柱常抽的牌子，他在这里藏过。味道还很新，他刚走没多久。他不是自己找到这儿的，有人在帮他挪地方。这2个人，不就是赵百万的手下吗？赵百万倒了，真是可怜了他那些手下，现在恐怕连口饭都吃不上。唉，换作是我，谁毁了我的饭碗，我肯定跟他拼命。走吧。陈大勇毁了咱们的活路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今晚咱们就去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昨晚又回赵百万的猪场了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乱跑。我饿，你3天才送一次饭，我总不能饿死。等着点花，要是被警察抓住，咱俩都得完蛋。知道了。对了，赵百万有2个手下到处找人，说要替赵百万报仇。你说，要是咱们借他们的手除掉陈大勇，是不是就没人查咱们了？少自作聪明，你好好待在这里，别给我惹麻烦。大勇，我刚才在赵百万猪场后面的小路上捡到的，应该是陈金柱跑的时候掉的。这上面有镇西路老砖窑的黄土味儿，还有一股廉价的柴油味儿，它肯定藏在那附近的出租屋。镇西路出租屋多，人又杂，挨家挨户搜，肯定会打草惊蛇。放心，这味道我记住了，10里路之内我准能把它找出来。能藏这么久不被发现，肯定有人在帮他。除了大嫂，还有谁有这个本事？喂，我要报案，有人在猪场门口泼漆，监控全拍下来了。你觉得这只是赵百万的人在报复？现在只能确定是他们，但背后有没有人指使，得进一步查证。刘会长，防雨站那边说最近例行检查的排期出来了，陈大勇的驻场在列表上。告诉防疫站的一声，重点关照一下陈大勇的驻场，严格按流程走，消毒记录、防疫档案务必要一样一样查。
查到问题就按规定办，明白？你这消毒记录时间不规范，按规定罚款2000元。这是按照规定填写的，请问哪里不规范？我说不规范就不规范，要么交罚款，要么停业整改，自己选吧。你明明什么都按规范做了，怎么还是被挑刺儿？这跟上次脱漆的是两拨人，还是同一拨人在用两种办法搞你？现在还不确定，但只要他们继续动手，总会露出马脚。表哥，陈大勇越来越厉害了，连赵百万都让他整倒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咱们迟早会被他查出来的。急什么？我已经找人教训他了。防疫站的罚款只是个开始。这里有5000块钱，你先拿着，我给你支个招。明天去村口拦住赵小娥，好好跟她说说，让大家伙都听听。放心吧，表哥，我保证让那个小狐狸精没脸再待在村里。大家都来看看，就是这个女人，整天往陈大勇窝里跑，还没嫁人呢就天天泡在猪场，也不怕人笑话。我听说她还管账呢。哦，陈大勇赚的钱全都让他搂去了。你们认养合作社的分红呢？钱都去哪儿了？不会都让他吃了吧？嫂子，我叫你一声嫂子是看在同村的情分上，但你再胡说八道，我不会客气。猪场的每一笔账都有实实在在的记录，分红是年底发的，合同上也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你要查账可以让法院的人来查，但你在村口骂街，查不了账，只能显得你自己很丢人。张金花，你还有空在这儿骂小娥？你男人都放火还跑了，倒不如去派出所问问你男人找到了没有。大勇和小娥清清白白，谁再胡说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他不是来骂我的，那他是来干啥的？他是想让大家都知道我在管账。是你找我们？最近陈大勇抢了咱们本地猪场的生意，不少人看他不顺眼，想给他点教训，让他躺几天就行。不过可千万别暴露了身份，别让人觉得是镇上的人在整他。明白，我们就是他的竞争对手。哼，陈大勇，有人花钱要买你一条腿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没人派我们来，老子就是看你不顺眼。这家养殖场离这儿至少30公里，我跟他们没有竞争，他们为什么要来打我？哼！李婶跟我说了，大嫂来找你麻烦，她说你今天怼得好。他是故意的，在村口最热闹的时候骂，就是想让全村都听得见。以后合作社有任何问题，他都可以说是我在里面捣鬼。我是气我自己，给他们留了画饼。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他们想找画饼，自然会找一大堆。你再小心，他们也能找到新的角度。从今天开始，账目每个月公开一次，贴在村口公告栏上，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见。这样谁再拿账说事，就是打自己的脸。他不是一个人在搞我们，上次泼漆的，防疫站挑刺儿的，昨晚伏击我的，这些都不是他一个人能安排的。有人在背后出主意，我怀疑是刘德才，他是大嫂的表哥，又是县养殖协会会长，做这些对于他来说易如反掌，特别是那3个人的工牌，明显是经过周密计划的，一般老百姓想不到。
暴雨要来了，气压又低又闷。我以前见过的这种闷法最凶，水来的架势能把牛棚冲垮。快，最多3天。好，我这就去做准备。刘会长，不好了，那3个人被警察抓了，会不会把咱们供出来？放心，他们不知道是我派的，工牌我早就换好了，警察只会以为是养殖场之间的竞争。黄站长，上次跟你说的事儿，暴雨期间，陈大勇那边1台水泵也别给，事成之后5万块我马上转你。大勇哥，我刚去水利站问过了，黄站长说所有水泵都坏了，1台都调不出来。我偷偷去仓库看了一眼，3台水泵都好好的停在那里，根本没坏。又是刘德才的指示，他这是想借暴雨毁了我的猪场。我要去镇上。黄站长，暴雨马上就要来了，我申请调配3台水泵。陈大勇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设备真的全坏了，我也没办法。3台水泵同时坏。黄站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有人让你不给我？没有的事儿，就是坏了。你要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黄站长，暴雨来了，我的猪场要是被淹，几百头猪全得死。到时候我会把今天的事原封不动的写进损失报告里，上报给县里。你自己想清楚。谁在那儿敢挖我们的渠？不是凑巧，水泵坏了，排水渠有人挖，2件事加在一起，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莫叔，把人全叫醒，今晚所有人轮班巡堤。好。黄站长，陈大勇那边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刘会长，我1台水泵都没给他。这么大的雨，他的猪场肯定撑不住。很好，等他的猪场被冲毁，所有的证据就都没了，看他还怎么查我。水位还在涨，比我预估的还快。排水渠3台水泵全开着，暂时撑得住。就是下游的渠梗刚才又被人挖了一次，我们刚填上。幸好咱们的防洪堤建得高，否则3台水泵根本抗不过去。大勇哥，不好了，李婶家的猪圈被冲垮了，10几头猪全被冲走了，老刘家的鸡也死了大半。别慌，让他们都到猪场来，我这里地势高，安全。莫叔，把猪场的大门全部打开，让所有受灾的村民和他们的牲畜都进来。空的2排猪舍先给他们用，干草饲料我来供。可是大勇，咱们的饲料也不多了，人命关天，饲料的事以后再说。雨势小了点，但是陈大勇的猪场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县里其他养殖户的损失相当惨重。金花，你去一趟村里，就这么说。你们看见了吧？陈大勇的猪场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咱家的猪全淹死了。他为啥不提前告诉咱们要挖深排水沟？他为啥光顾着自己，保自己猪场要紧？咱这些人就不是人了。暴雨前，我挨家挨户都通知过了，防汛沙袋也是免费发的。谁要说大勇哥没提醒，可以去查公告栏。另外，大勇哥说了，猪场现在空着2排猪舍，谁家的猪没地方去，可以牵过来先挤一挤。干草和饲料都免费。嫂子，你家1头猪都没有，也跟着咱们操心，还真是热心啊。在这场100年一遇的暴雨中，陈大勇提前筑起防洪堤，不仅保住了自己的猪场，还免费收留了10几户受灾养殖户，为他们提供食宿和饲料。陈大勇同志，你在这次抗洪救灾中表现突出，是全县学习的榜样。县里决定
把你的猪场列入一村一品重点项目，并给予50万专项扶持资金，下周到账。陈大勇现在风头正劲，银行那边该收网了，还有老周那边让金花去敲打一下，别让他说不该说的话。大勇哥，刚才我看见刘德才了，他看你的眼神好吓人。他越是这样，说明他越心虚。我们反击的机会很快就要到了。大勇，恭喜你！我代表公司来慰问受灾养殖户，顺便给你带了点急需的药品和饲料。谢谢沈总，你来的太及时了。这个人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他是我大哥陈金柱，他放火烧了我家的牛棚，现在是通缉犯。我好像见过这个名字，等我回去查一下，有消息告诉你。你想干什么？当年的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少装糊涂！我听说陈大勇最近在查他爹当年的车祸，你要是敢跟他说了实话，我就让你孙子学校里待不下去！我可说到做到。我不说，我什么都不说，求求你了，千万别伤害我孙子啊！这才对嘛，管好你的子，对你和你孙子都好。你把我父亲当年留下的那一箱旧档案搬出来。沈总，我查了当年的财务记录，陈老倔的合作社确实收到过一笔30万的征地款，可到账第2天就被刘德才以应急支出的名义取走了。果然有问题。大勇，我查到了，我爸当年的旧档案里有陈金柱的名字，他是你爹车祸的在场见证人。当年给你爹的车做鉴定的人叫周明生，还有那笔30万的征地款是刘德才取走的。30万征地款加上300万保险金，刘德才这是贪了多少钱啊？现在终于清楚了，陈金柱是动手的人，刘德才是主谋，他们合谋害死了我爹，就是为了钱。现在的问题是陈金柱究竟藏在哪里了？找到他才能把刘德才揪出来。不用找，让他自己来。莫叔，明天你在村里放个消息，就说我找到当年车祸的关键证据了，证人也同意作证了。当年大勇他爹的那场车祸根本不是意外，好在证人同意作证了，人证物证都有了，好事啊！老周要作证了，你听说了没？陈大勇已经放话出去，证据都在他手里。等他交到公安局，咱俩全都完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跑？哼，跑？你能跑哪儿去？派出所把你的照片贴得满大街都是，你现在跑出去，不用3天就被抓回来。我打听好了，陈大勇今晚在猪场值班，钥匙是他保险柜的备用钥匙，悄悄潜进去，把里面的东西全烧掉，然后把陈大勇解决了。解决？你的意思是让我……他不在了，你就再也不用躲了。只要这事儿办妥，送你走的事儿我来安排。你难道想一辈子东躲西藏？我要是不去呢？那就等陈大勇把你的口供拿去法院。你以为他会放过你？哼！大哥，等你半天了。哈哈哈哈！你倒是越来越像爹了。当年他要是不偏心你，现在站在这里的就是我了。猪场本来就是爹留给我的，是你和大嫂伪造遗嘱把我赶出家门，还放火烧牛棚，想烧死我。我也不
够想的，是刘德才给出的主意。他说只要爹死了，不仅能拿到300万保险金，还有30万征地款。我也是被他骗了。所以你承认了，是你和刘德才合谋害死了爹。建柱，别说，别听他胡说，他是被陈大勇逼疯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陈大勇，你这地手续不全，我今天就把门给你堵了。兄弟们，锁门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不能这么弄！气死我了！看我撞死他！你的猪场没了，你什么都没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们斗！3天之内，所有生猪全部运走屠宰，要么滚，要么破产。是刘德才给出的主意。他说只要爹死了，不仅能拿到300万保险金，还有30万征地款。刘会长，这份录音我已经备份了10份，分别发给县纪委和市公安局。你封得了我的猪场，封不了我的嘴。今晚，要么你让他们撤走，要么我们同归于尽，你选吧。刘会长，您交代的我都办妥了。好，我这就打电话。王组长，您好啊，我是刘德才。最近县里不是在抓环保专项整治吗？我们镇有个大勇猪场偷排污水，搞得周边村民怨声载道的。我建议，您明天有空的话，带人过去突击检查一下。刘会长，我明白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带人过去。陈大勇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你怎么跟环保组解释。我们接到匿名举报，说你们猪场偷排污水，现在进行突击检查。王组长，核心滤芯被人砸坏了。陈大勇，这怎么解释？所有证据都指向你们故意损坏设施偷排，你们涉嫌故意毁坏环保设施，违规排污，必须严肃处理，猪场必须停产整改，罚款20万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污水处理站被封，我们的猪粪都没法处理了。别慌，先找找证据。大勇，
这上面有股特殊的味道，跟刘德才那辆车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你看，这是刘德才助理抽的烟，我记得这个味道。先交罚款，这个证据留着。交完罚款，我们账上剩余不多了，连买饲料的钱都不够。没关系，县里的乡村振兴养殖补贴马上就要发了，我们作为全县抗灾标杆，能拿50万最高档，足够周转了。希望这次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。县里的乡村振兴养殖补贴，今天公示最高档给了张兴旺，他不是刘德才的小舅子吗？小娥，帮我查查张兴旺驻场的工商资料，我倒要看看他够不够格。张兴旺的猪场去年刚注册，规模不到咱们的一半，而且有3次防疫检查不合格的记录。明天去财政局拿这些材料申诉。我跟你去。同志，我们明明是抗灾标杆，符合所有申报条件，名额怎么给了张兴旺？你们猪场有环保整改记录，不符合申报条件。这是张兴旺猪场的工商信息和环保违规记录，按您这么说的话，他根本不符合条件。我也没办法，这是镇里上报的名单，我们只能按名单发放。陈大勇吗？陈金柱在食堂吃早饭时突然呕吐，已经送医院了。没有生命危险，初步确认是食物中毒，一会儿就能醒过来。陈大勇，你占了我们村的集体地，赚了钱不分给我们，良心何在？今天不给钱，你就别想让任何车进出。是你们的猪场造成了污染，害死了我们的家亲，赔钱！不好，一股汽油味儿。大家都看到了，他们竟然还要来纵火！快说，是受了谁的指使来闹事儿？大家冷静，有事儿好好说。陈大勇，你看这土地纠纷闹得这么大，我也很难办。在争议解决前，你的猪场不能出栏任何生猪。你这是故意刁难！几百头猪到了出栏期，不卖每天要亏几千块。这是县里的决定，不是我个人。你有意见可以去县里反映。这份合同是国土局、县国土局备案的，有效期30年。你们不信，明天可以一起去国土局查。陈大勇，你的50万贷款批不了了，上头都打过招呼了，你提前准备吧。能打的都打了一遍，他们说刘德才放话了，谁敢借钱给咱们，就是跟他作对。沈总那边呢？他之前不是说要给我们100万预付款吗？大勇，公司这边年底结算卡住了，100万预付款至少要等2个月。不过你别着急，我私人先给你转20万应急，先把工人工资和这个月的饲料钱结了，剩下的缺口我再帮你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找其他朋友周转一下。你那边还能撑住吗？谢谢你，沈总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这20万够我们撑一阵子了。太好了，终于有钱买饲料了，我还以为咱们要饿肚子了呢。有了这20万，先把最急的账结了，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。
金花，这是2万块现金，你去拉拢合作社里那几个最容易动摇的农户，每户先给500块定金，告诉他们只要现在退出合作社，投靠我小舅子的猪场，年底分红直接翻倍。你跟他们说，刘德才放出话了，跟着陈大勇干，说不定哪天猪场就被搞垮了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听我的话，退出合作社，保准他们旱涝保收，甚至比现在赚的多1倍。我凭什么帮你？金柱还在里面，你上次答应的事儿呢？金柱的事儿已经在办了，保释手续下个月就能批。但你要是拉不来人，就别怪我不出力。你还想不想让陈金柱早点出来了？给我名单。陈大勇，我们要退股。大家再等等，等出栏禁令解除，我们肯定能赚钱的。算了吧，我们不想再等了。既然你们态度坚决，那我就不勉强了。这是你们入股的钱。大勇哥，刚才我去挨家挨户做农户们的工作，他们好像都知道我要来似的。我没说张嘴就说要退股，而且理由全都差不多。最后，只留住了1户。别自责，小娥，你已经帮了我那么多了，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一定能想到办法。孩子啊，我跟你婶子都商量好了，这是我把老房子抵押换来的20万，你先拿去周转。莫叔，这怎么行？这是你养老的房子啊！你爹当年对我有恩，我不能看着你走投无路。再说了，叔相信你一定会渡过难关。莫叔放心，无论怎样，我都要把猪场坚持办下去。本来还指望着银行的贷款能批下来，现在莫叔的20万加上之前凑的钱，正好能补上这期的投入缺口。小娥，我让你查的名单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这上面的都是之前和咱们同一批被刘德才克扣补贴的养殖户，加起来一共20多户，最少的被扣了8000，最多的扣了5万呢。这可是小娥花了3天时间挨家挨户跑出来的。他们都在门口等着呢。辛苦了，小娥，请他们进来吧。刘德才太霸道了，我们的补贴都被他截胡了，天天巴望着补贴到账，谁成他到头来一场空。大家别着急，我们一起整理好材料，去县乡村振兴科申请复核，一定能把补贴要回来。你们的材料格式不统一，还缺少一个镇里的初审盖章，先回补完手续再来吧。记者来了吗？记者同志，你们终于来了，这些都是养殖户代表。昨晚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就跟领导报备了，领导特别重视。你们先把具体情况跟我说说。大勇，对面车里有人在盯着我们，是刘德才的人。让他盯，盯完了他自己会回去汇报。陈先生，县里面决定解除你的出栏禁令，补贴的事等调查组核实清楚了再说。您那边就不要再和记者联系了。大勇，我找到了一家愿意投资的公司，茂源集团的冯总，他对生态养殖特别感兴趣，说可以马上注资100万。但我要提醒你，这个冯总在行业里的名声不太好。陈总，久仰大名，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你的事迹，非常佩服。冯总过奖了。陈总，说实话，你这规模比我预想的小，但你这套生态养殖模式，我在省城就没见过第2家。我决定给你们注资100万，不要控股权，只要20%的股份。陈总，
如果没问题就可以签字了。冯总，我想加2条条款：一是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客户信息；2是投资方不得在县内投资同类竞争性项目。陈总果然细心，没问题。这猪怎么跑出来了？对不起，冯总，吓到您了。这人身上的味道不对，他身上有一股子烟草味儿，跟刘德才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你是说他可能认识刘德才？有可能，不过单凭味道还不能下定论，咱们还是小心为妙。不是猪瘟，但也不是常见的传染病。饲料我也取样检查了，没发现问题呀。饲料有毒，有股奇怪的药味，都别吃，吃了会死的。果然是有人故意搞鬼。陈大勇，听说你的猪死了不少，真是可惜呀！辛辛苦苦养这么大，一下子全赔进去了。不用你假好心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做生意不能太贪心，你非要跟我对着干，这下好了吧？陈大勇这个王八蛋抢了我所有的客户，现在我的猪场都快倒闭了。老三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就是太老实了，人家都骑到你头上拉屎了，你还忍气吞声。那我能怎么办？他现在是县里的红人，我哪能斗过他？斗不过明的还斗不过暗的吗？只要稍微出点事儿，他就会倾家荡产。您的意思是？我可什么都没说，我只是听说有一种药，人吃了没事，猪吃了就会拉稀呕吐，查都查不出来。这是5000块定金，事成之后再给你5000。我小舅子的猪场正好缺个技术厂长，你要是愿意，以后就去我那里干。好，我干。行了，我也不打扰你了，你慢慢处理后事吧。大勇哥，网上有人说咱们猪场爆发了猪瘟，好多人在短视频平台疯狂转发，3个小时播放量就破了200万。刚才有客户打来电话要取消订单，饲料商也打来电话说暂时停止供货。外面有味道，跟饲料里的味道一样。大勇，你闻，上面的味道和饲料里的一模一样。有了这个证据，我们一定能查到凶手。3家检测机构全部确认，饲料被掺入了违禁抗生素。这种药不经专业检测，肉眼根本无法分辨。我已经拿着监控录像和药瓶去派出所报案，但警方暂时还没抓到凶手。现在网上全是骂我们的，订单也都取消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警察破案需要时间，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小娥，帮我准备直播，把报告、监控截图都放上去。好，我联系上次电视台的那个记者，让他转发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小娥。今天我们开这个直播，是为了澄清网上关于大勇猪场爆发猪瘟的谣言。这确实不是猪瘟，是药物反应。咱们的订单一夜竟翻了3倍。老周，你终于肯露面了。
奇怪，老周人呢？约好了时间，怎么还没来？大勇，快看那里！这味道是刘德才那个助理。看来老周被人盯着，今天没办法跟我们见面了。老周那么熟悉刘德才，怎么会贸然约我见面？会不会他想用这种方式给我线索？有可能啊。这里是老周以前的修车铺，如果有线索，肯定就在这儿。我们找找看。大勇，你看这个。当年我爸有一个保险柜，车祸后就不见了。这钥匙的齿形跟我爸留下的那个保险柜锁孔一模一样。距离我们找到真相又近了一步。大勇哥，不好了！本地屠宰场突然集体压价，收购价比之前少了40%。这样下去，咱们那几千头猪一天至少要亏上万块。喂，王老板，我是大勇生态的陈大勇啊，我这边有3000头育肥猪，明天出栏，价格好说。什么？运力不足？那下周呢？下周也排满了。李总，我是陈大勇，检疫排期满了，要等半个月。大勇哥，我算过了，这些猪超期一天，饲料成本就要1万2，要是按现在的压价卖，我们1分钱赚不到，还要倒赔30万。这也太邪门了！往年这时候屠宰场都抢着收猪，怎么今年突然都不收了？陈大勇，我们要退股，这生意没法做了。就是，当初说好了跟着你赚钱，现在倒好，猪卖不出去，天天往里贴钱。两位叔，再等等好不好？我们正在想办法联系外地的屠宰场，很快就能解决了。等？我们可等不起，今天必须把钱退给我们。行，小娥，给他们结账。大勇哥，再这样下去，所有养殖户都会退股的。别慌，会有办法。大勇哥，要不我们还是按本地屠宰场的价格卖了吧，至少能少赔点。不行，这次我们妥协了，以后就永远被他们拿捏了。而且，我总觉得这事有蹊跷。喂，大勇，我听说本地屠宰场联合起来压价了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冯总，您的消息很灵通啊。嗨，我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，这点消息还是有的。正好我有个老同学在临时开屠宰场，我帮你问问他，看看能不能收你的猪。你放心，价格肯定不会让你吃亏。那太谢谢您了，冯总。客气什么？咱们都是合作伙伴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。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明天一早给你回信。大勇，我总觉得这个冯总没安好心，你真的要跟他合作吗？大勇，搞定了。我老同学说了，愿意以市场价的85%收购你所有的生猪，比本地屠宰场的价格高25%，怎么样？对不起，冯总，他平时不这样的。没事没事，动物嘛都这样。对了，大勇，运输和检疫的事我来搞定就行，省得你再跑前跑后求人帮忙，麻烦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一点小事儿不算什么，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。太谢谢您了，冯总，要是没有您，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我先回去安排运输的事儿，明天一早车就过来。好，冯总慢走。太好了，终于能把猪卖出去了，这下我们不用赔钱了。是啊，我这回也欠他了一个人情。陈总，签个字吧。好。这个车牌号怎么跟之前跟踪老周的那辆黑车的车牌号这么像？冯总，
你果然有问题。哥们儿，这次多亏你压价，我才能低价收了这批猪。放心，你的那份我已经打到你卡上了。下一步我会想办法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，有我们相互配合，大永生态迟早归我们。虽然没赚到钱，但至少没赔本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大勇哥，你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？这批猪我们实际是赔钱卖的，还有冯总，他靠不住，要是没办法开拓销路，下次还是死路一条。就是那个姓冯的不能信。对了，上次我和亲戚去城里，听说他们可喜欢吃健康的生态猪了。现在直播带货这么火，我们可以专门做个生态猪的带货直播，主打现杀现发生态猪肉。好主意，这事儿交给你，需要什么尽管说。直播怎么能少了俺老朱？俺可是流量担当。大家好，今天大勇生态的直播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自家养的生态猪肉。大家看，我们的猪大都是吃玉米和豆粕长大的，不喂任何添加剂，现杀现发。今天下单，明天就能到。哎呀妈呀，太好玩了！快上链接，好萌啊！爱了，我要买！我也要买，快，等不及了！大家不要着急，这就给家人们上链接。大勇哥，1个小时咱们卖了500斤，还涨了200多个粉丝呢！呀，这有好几个超市老板私信要跟咱们长期合作。看来这条路走对了。陈总，你的直播真不错，有时间教教我们呗。就是我们也想跟着一块赚钱。各位叔伯别着急，今天叫大家来，是想成立一个统一的销售联盟。加入联盟有3个好处：第一，我们统一采购饲料，量大能压价，比你们自己买便宜10%；第二，我们共享直播和超市渠道，再也不用看屠宰场的脸色；第三呢，我们统一防疫，统一技术指导，降低养殖风险。这个主意好！上次屠宰场压价，我赔了2万多，跟着陈总干，我们放心。对，我们早就受够了屠宰场的气，我加入。刘会长不好了，我刚才听一个养殖户说，陈大勇成立了一个销售联盟，20多户养殖户都加入了，他们还要搞统一的直播带货，以后就不用经过屠宰场了。想抱团？我让你们抱不起来。哎，你们看，陈金柱被放出来了。什么？他不是放火被抓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公告上说，拘留所半夜失火，陈金柱第一个发现，救了好几个人，是救火英雄，所以准予取保候审了。太好了，金柱终于出来了。金柱，你可算出来了，受苦了。别假惺惺的。走，表哥给你接风洗尘，这里有5000块钱，你先拿着花。说吧，你费这么大劲儿把我弄出来，想让我干什么？放心，亏待不了你，乖乖听话就保你没事，否则……各位乡亲，今天我妹夫陈金柱回来了，他这次在看守所救火有功，是我们村的骄傲，以后大家多照顾照顾他。好，刘会长真是重情重义。金柱，你回来了，快坐下歇歇。这次多亏了表哥，要不然你还出不来呢。谢他！呸！上次老子在看守所食物中毒，8成是他搞的鬼，他就是想让我死在里面。什么？他是我表哥？他怎么会？什么狗屁表哥！要不是他，我怎么会吃那么大亏？你以为他是真心救我？他就是想让我出来继续给他当狗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金柱啊，给你个任务，去那些养殖户家里转一圈，把他们的心思搅黄。事成之后，给你3000块好处费。知道了。
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咱们村的救火英雄啊！王大叔说笑了，就是找您聊聊天。听说你加入了大勇的销售联盟，我劝您别跟陈大勇混了，他就是想拿你们当枪使，自己赚大头，你们跟着只能喝西北风。不能吧？陈总看着挺实在的，我有证据。造谣还不简单，用这个 P 图软件，把陈大勇的头像和屠宰场老板的聊天记录拼在一起，就说他答应8折卖猪，实际上差价自己揣了腰包。老婆，你太聪明了！你看，这是我偷拍到的陈大勇和屠宰场的聊天记录。他私下答应屠宰场，联盟成立后统一按8折卖猪，2成差价全让他自己揣腰包了。可恶，这个陈大勇竟然骗我们！陈大勇，你这个骗子，竟然骗我们加入联盟，自己偷偷赚差价！我们要退股，再也不跟你干了！各位叔伯，你们别听别人瞎说，这些账目都是公开的，每一笔钱都清清楚楚。是谁告诉你我在赚差价的？没人告诉我，是我自己看到的。你要是再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报警，告你诽谤！别报警，别报警！是陈金柱拿着聊天记录跟我说的。大勇，他在那里。大家都看到了，这些事儿是陈金柱在背后挑拨离间，聊天记录想必也是他伪造的。这事儿，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都怪陈金柱，好好的联盟被他搅成这样，大部分养殖户被劝住了，但还是有几户坚决退股了。我们继续干，总有一天能把联盟重新建起来。没关系，这只是开始，我有的是手段，让他的联盟彻底完蛋。刘会长，我已经跟商会打过招呼了，让外地收购商统一不许收陈大勇的生态猪。做得好，大勇生态的猪只能靠散户自发往外卖。接下来只要让陈金柱在村里煽动，把散户手里的猪都低价收了，销售联盟就成了空架子。他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也束手无策。高，实在是高，就算出了事儿，也是陈金柱的责任。找几个水军举报陈大勇的直播间。明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所有收购商都取消了订单，说不敢跟我们做生意。不好，直播间被恶意举报封禁了。陈总，对不起，我们实在顶不住压力了，人家都放话了，谁要是再跟你干，就让谁在村里待不下去。我理解你们，小娥，给他们结账。拿着吧。谢谢。耗时半个月建立的销售联盟，1天时间就瓦解了。大勇哥，账上只剩不到2万块了，连下个月的饲料钱都不够了。大家赶紧把猪卖给别人吧，陈大勇马上就要跑路了。刘会长说了，现在卖猪每斤多给2毛钱。我家孩子等着交学费，多给2毛是2毛，卖了吧。是啊，现钱现货最稳妥，我也卖。死猪，把袋子还给我！大家都看看，陈金柱就是想趁火打劫。好啊，陈金柱，你竟然骗我们！我们不卖了，我们还是相信大勇。没用的东西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是陈大勇和那头猪突然出来，下次再坏我事儿，我饶不了你。刘德才，你竟然这么对我！别忘了，你还有把柄在我这儿。大勇哥，上次被骗的散户们都说还是咱们靠谱，要重新加入销售联盟。名单我都整理好了，一共8户。这事先放一放。大勇，我从陈金柱那儿听到点事儿，可能跟你爹有关。什么事儿？
刚才陈金柱在村口喝酒，我听到他说什么刘德才不是东西，什么当年的旧仓库，还说他手里有刘德才见不得人的秘密，真把他逼急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他现在人呢？跑了。我刚想过去问他2句，他就着急忙慌跑了。按莫叔的说法，之所以猪场一直出事，就是刘德才在搞鬼。他们越费尽心思对付我，越说明我爹的事儿不能再往后拖了。有人吗？你找谁？老板你好，我想租个仓库放饲料，你这里还有空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里已经租满了。这仓库您一直租着吗？我是这个月刚租的，听说这个仓库之前是刘德才会长租的，用了好几年呢。陈金柱醉酒说的那个旧仓库，肯定是这里。老板，这个仓库我看上了，这是3000块钱，你租给我1个月，怎么样？看在这3000的份上，我租给你了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爹那个保险柜的锁扣。大勇，这是铁柜子拖过去留下的铁锈味，还沾着一点机油。看来刘德才已经把保险柜搬走了。他怎么会找到这里？刘德才说了不行，保险柜的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当年的事被查出来，我和刘德才都得完。不好了，陈大勇找到了旧仓库，还拿到了保险柜的锁扣。什么废物，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！要是让他找到证据，我们俩都得死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村西库井里有个东西，你今晚去把它埋了。要是被陈大勇找到，我唯你是问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去弄。陈金柱这个人成事不足，坏事有余。上次收猪的事让他搞砸了，这次埋锯条又拖拖拉拉。要不要我去盯着他？不用，让他去。锯条上只有他的指纹，埋的地点也只有他知道。等他把东西埋好了，你去拍几张照片留底。您的意思是，当年剪刹车线的是他，现在埋凶器的也是他，从头到尾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万一哪天陈大勇查到了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他一个人。他要是听话，我保他没事；他要是不听话，一个纵火犯跑到枯井边销毁证据，不小心失足摔死，你觉得这个说法警察会不会信？刘德才，你想把脏水全泼在我身上，让我当替死鬼没那么容易。果然是当年锯刹车线的钢锯条。刘德才这个老狐狸，果然想让我给他背锅。刘德才，你不仁别怪我不义，这锯条我留着了。没错，就是这口枯井，味道跟钥匙一样。大勇，这里有新土的味道，有人来过。大勇，这里有东西。大勇，小心！是陈金柱。奇怪，石头滚落的方向明显偏了，根本不是冲着人来的。难道他是故意的，想放我们一马？你带几个人，明天办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冯总刚才来了个电话，说他明天要拉陈大勇的一批猪到林市，路线是从村东那条路出去，走省道到林市。你带着人在半路拦住运输车，把生猪抢走，制造路霸抢劫的假象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你1万块。不行，这是犯法的，我不去。不去，那你就等着回监狱。我有的是手段让你在里面受尽折磨，一辈子出不来。我去还不行吗？大勇不对劲儿，这车上有生人的味道。这是冯总刚派来的新车，有生人的味道也正常。不是生人，
是刘德才。对，没错，就是他天天抽的那种旱烟味儿，又苦又呛，我绝对不会记错。刘德才，他怎么会碰冯总的车？不对，刘德才一直想搞垮我，冯总偏偏在这个时候好心帮忙。还有陈金柱，这2个人昨天都碰过这辆车。明天的事儿恐怕有波折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莫叔，你现在立刻带几个信得过的养殖户，带上手电筒和棍子，明天一早5点在村东路口集合，不要跟运输车走太近。如果半路有人拦车，不要冲动，先报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金柱，你真的要去吗？我不去怎么办？刘德才威胁要关我一辈子，不能让你出事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来？不好，我们可能被耍了！不许动！你们涉嫌抢劫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接到莫叔的电话，2个嫌犯已经被抓了。多亏了那条匿名短信，我们才躲过一劫。是啊，真是帮了我们大忙。嫌犯供出幕后主使了吗？警察说，他们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，跟任何人都没关系。但警察查到，他们最近都收到了一笔来自匿名账户的转账，除了刘德才没有别人。运输结案一出，陈大勇的资金链肯定断了。这次他只能乖乖把股份交出来。现在没人敢再帮我们运输生猪了，所有运输公司都怕被人报复，而且饲料商也开始涨价了，说运输成本增加了。这下麻烦了。大勇，我听说你现在遇到了运输和饲料的难题，这样吧，我再给你注资100万，不要利息，我只要求获得公司35%的股份和运输采购的管理权。我有自己的运输车队和饲料厂，以后你们的运输和饲料都由我负责，保证比市场价低10%，再也不会出现被拦截的事儿。眼下资金链断裂，运输渠道被卡死，冯总是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好，冯总，我答应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运输路线和采购清单必须经董事会审批。没问题。我现在可是大勇生态的第2股，以后公司的运输和采购全由我们说了算。哼，陈大勇那边不用管了。好的，冯总。大勇，我刚才趴在办公室门口，听到那个姓冯的说要跟刘德才那边通个气。果然，一直搞事情的就是他们。但他不知道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冯总刚上任就把饲料价格涨了15%，这样下去，成本又要增加一大块。我已经找过其他饲料商了，可本地供应商都被冯总打过招呼，没人敢卖给我们货。这姓冯的也太黑了，明摆着是故意刁难我们。大勇不好了，冯总的运输队又拖延送货了，饲料车到现在还没来，3号猪舍的猪已经饿了1上午了。什么？走去看看。不好意思啊，陈总，路上车坏了，估计得明天才能到。车坏了？昨天打电话你说今天一早准到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要是等不及，自己想办法拉去。你们这是故意的，我们付了全款，你们就这么办事儿？不满意你可以找冯总投诉去啊，反正我们就是这个效率。冯总这是在逼我们。任总，去哪儿啊？去临镇拉点饲料。别去了，临镇的饲料厂也被冯总包了，不对外卖货。你们也太霸道了，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？
没办法，这是冯总的意思。陈总，我劝你还是回去吧，别白跑一趟。大勇，这饲料有问题，有一股霉味儿，不能喂猪。果然有霉味，冯总竟然给我们送发霉的饲料。这要是喂给猪吃，猪肯定会生病的。冯总这是铁了心要逼我们就范。大勇啊，听说饲料出了点问题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已经骂过他们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冯总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只要你把那2%的股份给我，饲料和运输问题我立刻解决，价格还能再降5%。你好好想想，现在除了我没人能帮你。你别太得意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就算是饿死也不会把股份给他。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饲料，猪马上就要断粮了。要不我们去邻省看看，邻省的饲料厂应该不会被冯总控制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现在就联系邻省的饲料厂。沈总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冯总把本地的饲料渠道都垄断了，我想去邻省拉饲料，但是没有车，你能不能借我几辆货车？没问题，我正好有几辆货车在你们那边跑运输，我让他们明天一早过去找你。太谢谢你了，沈总。客气什么，咱们都是朋友。对了，路上小心点，冯总那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大家都小心点，把车盖好，别让饲料淋湿了。放心吧，陈总，我们跟你一起去，多个人多份力。谢谢大家。大勇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好像有人在跟着我们。大家都提高警惕，注意安全。大勇，后面那辆黑色轿车从村口就一直跟着我们，我闻到了刘德才助理的味道。果然是他，刘德才和冯总真的是一伙的。别管他，继续往前开。只要到了邻省，他们就不敢怎么样了。冯总，你也太心急了，现在就把陈大勇逼急了，对我们没好处。要是他真的把饲料拉回来，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哼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要是坏了大事，我可不会帮你擦屁股。您别生气，冯总也是担心。他怕自己捞的不够多，要不是他现在还有用，你去盯着陈金柱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哪一件抖出去都够我喝一壶。等这批饲料的事儿处理完，他也用到头了。还有金花，他知道的东西也不少，到时候安排金花改嫁到外地，省得留后患。刘德才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脏事，没想到你连一丝活路都不给我，还想让我老婆另嫁。终于把饲料装上了，这下我们不用愁了。还是沈总靠谱啊！要不是他，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等回去了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谢谢沈总。停车！把饲料留下！快报警！好。把车钥匙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抢劫！少废话，给我打！抓不住，放开我！大勇，你看，这是冯总运输队的工作证。大勇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冯总，你自己看。居然是我的人，太不像话了！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他们。我现在就报警，一定要把这些人抓起来。不用了，警察已经来了。半车饲料都被烧毁了，真让人心疼啊！莫叔别担心，我早就料到冯总会来这一手，
所以让车队兵分两路了。另一路车队已经安全到达猪场，饲料都卸好了。还得是你呀！陈大勇算你走运，下次我看你还怎么躲。大勇，这几头猪不知道怎么了，跟疯了一样。快叫兽医！这些猪体内含有大量瘦肉精。什么？瘦肉精？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这种东西。这种药对人体危害很大，赶紧把这些猪隔离起来。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们的猪肉含有瘦肉精，现在进行抽检，检测结果出来之前，所有生猪禁止出栏，直播间暂时封禁。大勇哥不好了，网上全是骂我们的帖子，说大勇生态猪肉有毒，所有订单都取消了。肯定是冯总干的，他在饲料里加了瘦肉精，然后举报我们。现在怎么办啊？要是检测结果出来，我们就完了。陈大勇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限你们3天内拿出证据，自证清白，不然所有生猪全部销毁。只有冯总送来的那批饲料有问题，我们自己拉的这批检测都正常。小娥，你带这些样品去省城检测，一定要拿到准确的报告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我跟小娥一起，路上有个照应。诸葛亮，你闻闻，里面有没有瘦肉精的味道？有，就在仓库里，味道很浓。大黄，帮我们个忙，带我们进去找瘦肉精。哎，等等我！就在那里。有了这些证据，我们就能证明清白了。大勇，快走！有人来了！莫叔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我们的饲料没问题。我们赶紧回去告诉大勇。对不起，赵小姐，我不能帮你们报道了。冯总威胁我，说要是我敢报道，就让我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。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赵小姐。没关系，他不报道，我们自己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大勇。今天开这个直播，是为了澄清关于大勇生态猪肉含有瘦肉精的谣言。这些是我们所有的进货记录和检测报告，证明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瘦肉精。真正在饲料里加瘦肉精的是茂源集团的冯总。家人们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证据。我们做到了，谢谢大家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冯总，我们赶紧跑吧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。对，跑！赶紧收拾东西，我们出国。冯总这个废物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刘会长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现在立刻去冯总的办公室，把所有和我们有关的文件全部销毁，不能留下任何把柄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大勇，快跑！冯总派人去杀你们了！冯总这是狗急跳墙，大家都做好准备。放心吧，我们已经把狗部巡逻队都叫来了。别咬我，往哪儿跑！
快报警！德才，你帮帮我，借我点钱让我跑路，不然我就把咱们合作的事全抖出来。冯总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帮你。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钱和护照，你跟我来。德才，你真够意思。等我出去了，好处有的是。跑了一晚上，渴坏了吧？先喝口水，缓一缓。放心，这水没开封，没毒。哼。好了，快拿钱吧，再晚警察就来了。急什么？再等1分钟。等什么？等药效发作。你在水里下药了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真的会帮你跑路？你知道的太多了，留着你迟早是个祸。放心，这只是安眠药，等你睡着，我就把你扔湖里。刘德才，你好狠的心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那就等你做了鬼再说吧。金柱，你说表哥刘德才大晚上来这破地方干啥？嘘，小声点。他竟然想杀冯总！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，你赶紧报警，我进去拖住他。只要冯总和刘德才狗咬狗，咱们说不定能有机会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！他现在已经六亲不认了，不会放过你的。现在不拼一把，谁都活不了。记住，一定要让警察快点来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表哥，这冯总怎么躺地上了？他喝多了耍酒疯，自己摔晕了。我刚才在窗外都听见了，你想杀了他？既然你都听见了，那今天你也别想走！别跑！大哥，你怎么样？大勇，我对不起你和爹。当年是我鬼迷心窍，听了刘德才的话，害死了爹。本以为可以享福，谁成想他却想要了我的命。这是当年锯刹车线的钢锯条，我一直藏着，这个应该能告到刘德才。大哥，警察同志，你们来的不凑巧，刘会长昨晚出了车祸，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。什么？车祸？被告人冯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、故意伤害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并处罚金500万元。其名下持有的合作社股份依法进行拍卖。不公平！我抗议！为什么不抓刘德才？他的车祸是假的，是假的！快，给我找一辆套牌车，我要制造一起车祸。30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350万。400万。450万。500万。500万第一次，500万第二次，500万第三次，成交。肯定是刘德才派他来的，这下麻烦了。大勇啊，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。以前都是冯总搞鬼，我和你是一家人，以后我们好好合作，做大做强。刘德才，你别装了，我知道是你自导自演的车祸，侥幸脱了罪。话可不能乱说，你有证据吗？
没有证据，可就是诽谤。大勇，他车上有保险柜的味道，保险柜就在他车上。刘德才，我一定会找到保险柜，揭穿你的真面目。冯总倒台后，刘德才明面上的资产全被冻结了，县城的房子、办公室也被警方搜过，只有这个老家没人查，证据说不定会在这里。没错，这里有生人来过的味道，有人来了。4个工人抬着都不晃，这个柜子重量不对，味道也不对。放心吧，刘会长，谁也不会想到，我们不仅准备了假证据，还备了2辆不同的车来转移证据。这招障眼法绝对能拖住他们，到时候就算有人找过来了，那时候也来不及了。快跟上去，我们上当了！可恶，又让这个老狐狸跑了。银行刚打来电话，说是因为冯总涉嫌经济犯罪，咱们合作社的基本账户要配合调查，冻结3天。这些都是小事啊！可是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，上周的饲料款也该结了。工人工资我已经跟莫叔说好了，他先垫出来。饲料商那边你再打个电话，就说3天后账户一结记，立刻打款。合作这么久，他们会通融的。下一批猪苗的钱我也留了备用金，不耽误事。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下一步怎么做了？他打的什么算盘，我太清楚。他就是想利用这3天的空窗期，把保险柜藏起来。等我们账户解冻了，再回头查，线索早就断了。你的意思是？小娥，你现在就去联系所有被刘德才克扣过养殖补贴、压过收购价、抢过销路的养殖户，告诉他们，我陈大勇要成立维权联盟，这次不跟他小打小闹，要算就把他这些年贪的钱、害的人、做的所有脏事儿，一笔一笔全算清楚。明白，我现在就去。陈大勇，冯总走了，现在轮到我们玩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。陈总，各位股东，久等了。冯总将30%的股份转给了我。今天我代表张兴旺出席董事会，正式行使第2大股东的全部权利。这3个人都是当时跟随冯的，他们肯定会站在刘德才那边。今天的董事会，我代表公司第2大股东只提议一件事，公司的章程应该增加一条，公司大股东对重大事项享有1票否决权。当然，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1票否决权，公司成立的时候章程写得清清楚楚，重大事项由董事会投票决定。刘会长如果对公司的治理有意见，可以等股东大会上提。陈总别急，我也只是提个建议，咱们慢慢谈，来日方长。奇怪，他的公文包上有股消毒水味儿，跟信用社金库柜台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个人身上一般不会沾这个味儿。大勇哥，有眉目了。我托沈总调查了刘德才，他入股的钱走的是他小舅子张兴旺的账户，但这笔钱是从县畜牧养殖专项资金的账户里转出来的。就在冯总被抓后第3天，专项资金不能用于商业入股，他是套取公款。光是这一条就够纪委查他了。但光有银行流水还不够，还得证明这钱就是他本人操作的。兴旺，他公司内部已经乱了，你拿着冯总留下的公章，按计划动手。都快点干！半个月之内必须把猪场建起来。张总，张总，咱们兴旺生态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。很好，接下来该抢陈大勇的订单了。王经理，我们兴旺生态的猪肉比大勇生态便宜30%，而且我们保证每天新鲜供应，绝不缺斤短两。这么便宜？当然，我们是新公司，想打开市场，所以薄利多销。好，那以后我们超市的猪肉就从你们这里进货了。大勇，出事了！
省城3家最大的超市都取消了和大永生态的订单，转而和兴旺生态合作了。兴旺生态，我之前没听过这个公司。我查过了，这个公司的法人正是张兴旺，刘德才的小舅子。他不仅抢了我们的订单，还挖走了我公司的2个核心销售经理，甚至已经拿到了你们完整的客户名单。客户名单只有公司内部的人能拿到，难道我们公司出现了内鬼？先排查财务部。今天公司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？真要说的话，赵主管今天没来，说家里有事要请假3天，也没说什么事儿。坏了，他是之前冯总亲自招进来的，一直管着客户档案。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。找到了，昨天下午3点，他给张兴沃发了一封邮件，附件是咱们公司所有的客户名单、报价单，还有供货合同。你看，这里还有张兴旺给他转5万块钱的转账截图。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难怪张兴旺能精准抢走咱们的超市订单，原来是他在背后捅刀子。咱们赶紧报警吧，说不定还能追上他。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刘会长，赵主管已经跑路了，跑得正好，一个小财务本来也藏不了多久。明天我去约那几个小股东喝茶，正好聊一聊正事。老杨，我听说你在信用社的那笔贷款下个月就到期了，你要是跟着陈大勇走，续贷的事儿我可就不能保证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刘会长可要帮帮我呀！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跟着我呢，不光贷款帮你续，年底分红再翻1倍。各位，只要你们跟着我干，我保证每年给你们2倍分红。我绝对不是逼你们。不过，如果哪天银行断了你们的贷款，或者你们的猪场忽然倒闭，可不要怪我啊！刘会长，我们都听你的，对，我们都跟你干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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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祝我们合作愉快！哈哈哈哈哈！刘会长，您找我有事儿。老莫，你是聪明人，我就不必跟你兜圈子了。我知道你手里有3%的股份，但跟着陈大勇干，你一辈子都要受穷。如果你肯跟我一起，我给你30万现金，再加公司副总的位子。真的？当然，我可是县养殖协会会长，说话岂能不算数？刘会长，您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想想。刘德才竟然想拉拢我，还说要给我现金和副总的位子。莫叔，你答应他。不光答应，还得让他相信你是真心投靠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当卧底？对，现在正愁没机会找出他的破绽，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。他下一步要对公司做什么，我们必须要提前知道。你跟着他，把他的话套出来。好。谢谢刘会长，以后您说什么，我照做。好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接下来，我需要你搞到大永生态的所有账目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兴旺，我这边一切顺利。对，下周我就冻结他的账户，看他还怎么着。刘会长，公司的内部账目都在这里面了。老莫干得不错，有了这些，我就能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这个公章是冯总在的时候偷偷盖的，现在没人能证明这章是什么时候盖的。我把日期往前填，谁也查不出来。果然还是刘会长棋高一招啊！200万的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对象是张兴旺的公司。明天这份合同就会送到法院，债主会申请诉前财产保全，大永生态的所有账号都会被冻结。到时候陈大勇没钱发工资，没钱付饲料款，几百头猪等着饿死，我看他还能撑几天。刘会长，最新消息，陈金柱因在狱中表现优异，所以提前释放了。你去监狱门口给他捎个口信儿。
刘会长让我交给你的，里面有5000块钱，还有一张手机卡。他让你帮他最后一个忙，盯着陈大勇的动向，随时跟我汇报。刘会长说了，这次你要是办好了，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，还会再给你10万块钱，让你带着老婆安安稳稳过日子。要是办砸了，你看着办。陈大勇先生，有人起诉你们公司，要求承担200万的连带责任担保。这是传票，还有诉前财产保全裁定书。我们已经依法冻结了你们公司的所有银行账户。陈总，工资，请大家给我3天时间，3天之内，我一定让大家拿到钱。陈总，没想到你竟然私自以公司的名义做担保，现在公司的资金链断了，几百头猪等着喂，工人还等着发工资，你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，我看你这个总经理也别当了。不过我也不是不讲情面的人，我个人可以注资200万救急，条件是增发新股，把我这200万折算成股份。这样一来，我的股份就被稀释到了49%，49%也不少了，大家还是自己人。200万的连带责任担保，公章是冯总在的时候偷偷盖的，我把日期往前填，谁也查不出来。担保合同上的公章是才盖的，张兴旺那个债主公司注册地址跟张兴旺自己的公司是同一个。刘会长，你伪造担保合同的事儿，要不要我现在就把证据拿给法院？刘会长，那些账目全是假的，真的账目早就被陈大勇转移了，我们被老莫耍了。老莫，我从来都不是你的人。刘会长，陈大勇拿着录音和其他证据向法院提出异议，法官已经暂停执行账户冻结，择期开庭审理。陈大勇，我不会就这么认输的，我不会向你低头。你抓紧时间匿名向税务局和环保局举报，就说大勇生态偷税漏税，环保不达标。明白。这车的尾气里混着刘德才常抽的那种旱烟味儿，他们是一伙的。来者不善，快，我们得快点行动，把核心账目藏到地窖。各方面内容都符合标准，这可怎么挑刺儿啊？陈总，打扰了。经过检查，你们公司没有问题，辛苦各位了。刘德才让我盯着你，但我这次想明白了，我不能再帮他了。大勇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干的事儿不配。还有，爹的事儿我想跟你说清楚，从头到尾，全部。当年锯刹车线是刘德才逼我干的，他说只要爹死了，保险金分我一半，土地补偿款归他。我鬼迷心窍照做了。后来我在牢里食物中毒，也是他指使人干的。上次把我包装成救火英雄保出来，就是为了替他收猪拦车埋锯条。他让我当他的狗，我不当，他就拿性命威胁我，还说要把金花改嫁。对了，刘德才的保险柜不在他老家，就在张兴王猪场的水塔下面。乡亲们，刘德才欺负我们这么久，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，一起告倒他，告倒刘德才，告倒刘德才，告倒刘德才。这是举报信，需要大家的手印和签名。总计57个名字，57个手印。
一共3座水塔，挨个排查效率极低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啊？大勇，就在这里。铁锈混着旧纸，和铜钥匙上的味儿一样。这是车辆鉴定报告原件，还有刘德才亲笔写的字条，刘德才的贪污流水、贿赂记录全都在这里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刘德才肯定会把我当替罪羊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陈总，我要自首，我要揭发刘德才的所有罪行，我要将功赎罪啊！刘会长，快跑吧！陈大勇带着警察已经在张兴旺的主场找到保险柜了，而且张兴旺当场自首，把您指使他的事全都出来了。陈大勇，我不会让你赢的。就算我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陈大勇，你以为挖出保险柜就可以扳倒我了？那我就把你的主场全烧了，咱俩谁也别想赢。刘德才，我等你半天了，早就料到你会做最后的挣扎，可惜一切都是徒劳。你们不能抓我！我是县养殖协会会长，我是领导。作恶做到底，就该想到今天，善恶终有报。省纪委出公告了，已经正式对刘德才立案审查了，所有涉案资产全部冻结，还有和他相关的人员也一并调查。这县里都已经传开了，封条，刘德才的办公室被贴了封条，他小舅子的驻场也被查封了。10年前他坐在那间办公室里，以为没人能治得了他。今晚那间办公室的灯灭了，属于他的光再也不会亮了。剩下的交给法律吧。现在开庭，带被告人刘德才、陈京柱到庭。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被告人刘德才经依法审查查明，其涉嫌故意杀人罪、贪污罪、挪用公款罪、滥用职权罪、放火罪。10年前，被告人因征地补偿款账目问题被受害人陈老倔发现，指使陈金柱破坏陈老倔所驾车辆的刹车系统，致陈老倔刹车失灵，当场死亡。此后10年间，被告人侵吞修路集资款及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共计67万元，套取专项资金100万元，用于非法入股。在证据暴露后，携带汽油潜入猪场仓库，意图纵火，被当场抓获。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、物证、书证、鉴定意见在案佐证，请法庭依法审理。被告人刘德才，你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？我无罪。以上物证、书证、证人证言、鉴定意见形成完整证据链条，
辩护人对证据一的合法性提出异议。起获时，被告人家属不在场。对证据二，字条内容并未明确提及任何犯罪行为，刹车片已处理，有多种解释。证据一，起获地点由同案被告人陈金柱主动交代，由2名无利害关系见证人签字，程序合法。证据二的内容与保险公司变更记录完全吻合，变更日期为案发前第3天。审判长，公诉人申请关键证人周德福出庭作证。传证人周德福到庭。老周，10年前我在镇上开修车行，陈老倔出事那天，车被拖来让我做鉴定。我检查了刹车线，不是自然磨损，是被锯断的。为什么当年你出具的鉴定报告写的是自然磨损导致断裂？刘德才拿着5000块钱来找我，我不答应，他就拿我孙子的命威胁我。你当时有没有留下原始鉴定报告？我留了，我怕他有一天杀我灭口，东西得放在他够不着的地方。还给我写了张5000块钱的收条，我一直藏着，藏了好多年，现在忘了放哪儿了。人老了，记性不好。老周每说一句想不起来了，手就把橡胶头拧一下。审判长，我请求看一下证人的拐杖。周师傅，这根拐杖能让我看看吗？经收到刘德才5000元整，作为修改陈德厚车祸鉴定报告的费用。收款人周德福。我想起来了，拐杖是搬家的时候换的，我把收条塞进了旧拐杖的空心里，后来又换了一根，忘了这回事儿了。不可能！他这辈子也被刘德才毁了。好在等大哥出来，他就不用再替谁做那些违心的事。被告人刘德才犯故意杀人罪、贪污罪、挪用公款罪、滥用职权罪、放火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。同案被告人陈金柱犯故意杀人罪，鉴于主动自首，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终于可以重新做人了。大勇，红线图还在咱爹老屋，我当年看爹藏过，在后院，具体位置我不知道，你一定要找到，让爹瞑目。每一寸地面我都找过了，院墙下、石阶旁、水槽边，连旧鸡窝底座都没放过。眼看天快亮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大勇，这棵树有古怪，这棵树的位置不对，后院翻修过那么多次，墙拆了又砌，水槽挪了又挪，只有这棵树没动过。这就是爹当年不肯签字的征地红线图，他拿命守住了这块地。爹，找到了，儿子做到了。爹，娘，凶手伏法了，红线图也找回来了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刘德才判了无期，他欠我们的公道，法律替我们讨回来了。大勇，有个特大好消息，省城顶尖的投资机构看了咱们的财报和品牌数据，决定领投 B 轮融资，估值给到了5个亿，下周来省城签协议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我现在就在去猪场的路上，我们当面谈。
投资机构已经签了字，5个亿资金下周到账，我们可以正式启动新3板挂牌程序了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要上市了。等公司上市，我就拿出10%的股份，成立村民分红基金，让所有入股的养殖户都能分到钱。我们在全国投了20几家农业企业，像你们这样从零起步做到这个体量的绝无仅有。5亿估值，投后占股12%，我们只做财务投资，不参与经营。合作愉快。我拿出公司10%的股份，成立了村民分红基金。咱们所有入股的养殖户，年终都可以按股分红。咱们也有股份了，这是真的？真的真的，陈总说的话还能有假吗？大勇、小娥，快，县领导来了。大勇同志，县里决定把红线图上的30亩荒地也划拨给你们公司，用于扩建产业园。这块地你爹守住了，现在该你来用了。大勇可真给咱们村争光啊！是啊，当时大勇被他哥赶出去的场景我还记着呢。刚才沈总说挂牌仪式已经定下了，下个月18号。18号。正好是爹的忌日，请陈总敲响开市钟。收盘价出来了，公司市值突破8亿。大勇，恭喜你，你现在个人资产5.2亿。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全县首富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果。小娥啊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大娘，陈总给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2000块钱红包，你也可以领。2000块，真是2000块！大勇，你这孩子从小心就善。本猪的功劳最大，怎么没有红包？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陈总，久仰大名，下个月的全国生态农业论坛，省长点名要您发言，还请您务必出席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大勇，我曾经一无所有，被人逼到走投无路，但我相信，只要肯努力，在泥巴里也能开出花来。陈总，您的演讲太精彩了。您过奖了。这样，我们先天下想和贵公司达成合作，每年采购50万头生猪，包销你们的所有产品。我们现在的产能是年出栏8万头，现在半年要扩到50万。贵公司给的是订单还是现金？陈总谨慎是好事。不过这是我们总部的规定，如果您做不到，我们只能找其他公司合作了。陈总现在眼光独到，竟能一眼看出问题所在了。看看这个，先天下近3年一连吞了4个地方品牌，而且手法一模一样，先给高额订单，等企业扩产完资金链紧绷，再压价收购。商场如战场，以后还会碰到更多更厉害的对手或者是伙伴。大勇生态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都给我站好了，排队吃饭，不许抢。谁不听话，就罚他3天不许吃红薯。这诸葛亮越来越像明星了。大勇哥，干脆让诸葛亮当我们公司的品牌代言人，拍一支猪王宣传片怎么样？诸葛亮代言人？现在网友就喜欢这种新奇的东西。你看诸葛亮这么聪明，肯定能火。
行，我这就去找摄影师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再来一个！这绝对是我拍过最棒的宣传片。大勇哥，咱们的宣传片上线3天，播放量就突破了3000万。诸葛亮瞬间火遍全网，人送爱称猪王。没想到我们公司最火的竟然是诸葛亮。你看，好多网友都在问我们的猪肉在哪里买，订单都爆了。是金子都会发光的。本猪真是想低调都不行啊！哈哈哈哈！大勇，法院那边的通知，陈金柱今天正式释放，社区矫正期间每个月要去司法所报到。他人呢？在法院门口等着。他没敢直接来猪场，说怕你不愿见他。让他过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大勇，我来替你安排。第3分厂那边缺个仓库保管员，管饲料出入库，活不重，但要有责任心。每一袋饲料的保质期、防潮、防暑都不能出岔子。你愿不愿干？工资按分厂标准发，宿舍就在仓库旁边。大嫂那边她要是愿意，可以去总厂食堂上班。李婶说缺个帮厨的。你们夫妻俩一个在分厂，一个在总厂，星期天见个面也方便。大勇，我当年干那些事儿，你不恨我？但你后来也将功赎罪了，以后怎么样，看你自己了。陈大哥，这是入职表，填一下基本信息就行。明天一早去第3分厂报到，那边有人接你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明天一早我自己过去，不用人接。大勇，爹要是还在，看到你现在这样，他肯定高兴。大勇哥，你让他去最远的分厂，是想让他少被村里人说闲话？最远的分厂最安静，人做错了事，得有个地方让他静下来。你这蒸馒头的手艺快赶上我了，不过还是差了一点，葱花放少了，下次多放。每个星期天都是金柱来拉馒头，他爱吃葱花多的。小娥，从一无所有到今天，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嫁给我，好吗？我愿意。国庆节吧，咱们的婚礼就在这个山顶上办。恭喜恭喜！我这人比较直接，送礼就喜欢实用的。这冷链车和1万棵果苗，你们准能用到。沈总的礼物不仅实用，还总能送到人的心坎里。大哥、嫂子，跟我和小娥喝一杯。大勇，以前的事儿过去都过去了，现在整个公司的人都夸你手艺好。嫂子，你蒸的馒头我每天早上都吃，葱花的最香。各位来宾，我们的仪式正式开始。
故事还没完，本猪的下一个项目太空主场。